找了3天工作，把每天面3家，发泄完就好了，哭出来就好多了。哎呀，我这几天快被憋壞了，就只有我一個人，也沒有一個認識的人。現在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了，我已經面了好多試，失業啦，有點難過。我難過的也不是說我失業了，我覺得我以後跟他們可能再也不會見面了。我算是看出來了，我們普通人根本就找不到好工作，好工作根本就不招人，即使是招了，也不會是從我們認為的角度找的。我退出了今年的高考，其實早在去年報名的時候，我就已經瞞着我爸媽沒有報名。我覺得其實社會上很多東西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，你努力了，高考考好了，就可以一定去個好大學，就一定上了個好大學就一定有個好出路、好就業。但是看得出來，這個廣東的家長真的很佛系。你看這高考期間，校門口竟然沒有一個人，沒有一輛車，真的超級啊！趕緊考啊！考完了過來跟我送外賣呀！送外賣的時候不像准考證沒帶呀，我的準時寶不是嚇唬你的呀，超時了扣你的錢呢。准考證沒帶還是小事。中國今年的高考剛剛結束，就業市場傳來的訊號卻令人憂心。中國最新藍領就業最新報告顯示，中國所謂靈活就業人口逼近 3.2 億，佔城鎮就業人口超過4成。這意味着每2到3個城鎮勞動者中就有1人處於靈活就業狀態。另一方面，今年將有超過1200萬大學畢業生投入求職市場。在目前青年失業率超過 16% 的情況下，嚴峻的就業壓力持續受到關注。我們來看今年1290萬的高考考生能為經濟創造多少 GDP？ 高考結束後，人手一部電腦5000元，人手一部手機5000元，18歲要學習駕照5000元，孩子上大學娛樂生活費5000元，高考結束後的旅遊費用5000元，爸媽送行來回高鐵飛機票，交通費加孩子的新衣服、新行頭5000元。如果上的公立大學，學費5000元，私立大學15000元。所以一個高3考生在高考考完之後，暑假期間大概每人開銷3到4萬元，1290萬高考考生能拉動4000億到5000億的消費額，你就說牛不牛？還得是咱們70、80後的家長主打一個榨乾。我勸你們沒來重慶找工作的，千萬不要來重慶找工作了。還有就是你們如果說在重慶10幾天、幾天沒找到工作的，也不要在重慶逗留了。我勸你們早點回家，因為現在的行情是非常的慘淡。以前電子廠20、22的，現在只有15、16塊。關鍵是還有大把的人去，比如說那個廠只要100個人，有可能去5、600個人。說實話，根本沒得你們機會。尤其是現在大學生，千萬不要出來找工作，不然到時候錢花完了，錢你沒掙到。真不知道是自己看能力太差了還是怎麼回事，3天投了400份簡歷，結果就2個面試，然後也沒有結果，感覺自己這輩子都這樣了。辦公室人越來越少了，也不知道還能堅持到什麼時候。今年失業的人太多了，就連我們這樣的廠就已經開始裁員了。這以前可是從來沒有招滿過人了，他走的人永遠比來的人多之前，現在都已經這樣了，你們的行情都還好嗎？誰能想到我研究生讀完這麼難找工作，今天面試了底薪3000的新媒體運營崗，單休，节假日不正常放假，唯一的優點就是離家近。所謂的靈活就業是中共官方造詞，實際是沒有固定穩定工作的人群，包括外賣員、網約車司機等群體。更誇張的是，中共官方將每周工作1小時以上的人口也列入就業人口統計，引發質疑。靈活就業人口從2015年約1.2億人，在疫情後快速攀升到2億以上，近年來更是持續增加。目前，廣州、上海等多地已經發布網約車市場飽和預警，司機接單量持續下降，工時增加，但收入縮水。外賣平台也出現搶單難和單價下降的現象，反映平台型工作競爭日益加劇。與此同時，中共教育部公布的數據，今年約有1290萬名學生報名高考，
但高企的失業率卻讓這些學子畢業後的前景蒙上了陰影。我自己在家已經躺了2個月了，然後我也不知道找什麼工作，然後基本上發出去的那個聊的 boss 人家都不理我。然後我最近跟我朋友聊天，他也失業了，他的学歷還比較高，他是研究生，而且他說他自己的研究生同學也是在這個4、5月份就沒有工作了。26屆雙非文科，請問我們是不是遭天譴了？我感覺這3個節加起來簡直天塌了。就以我自己為例吧，我是雙非的一個會計學，然後我們去校園招聘的時候，在99%的情況下，就根本没有我們會計的崗位。到了畢業就業季，這段時間我們公司陸續來了很多的應屆畢業生來應聘，我心裡也是感觸特別深。在我們這種3、4線的城市，像普通的2本的畢業生來我們公司應聘這種技術崗，我們老板根本就看不上。我們還是一個小小的私營企業，才幾十號人，像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過來，那就更不用提了，大多數只能進車間做1線的工人，底薪3000，還得天天加班。我现在大学出来畢業找工作嘛，然後我目前比較心儀的崗位就是帶貨主播，還有短視頻出鏡模特之類的，或者運營那種也行。但是我比較心儀的是前面2個，然後我就去某平台上面投簡歷嘛，但是那種 HR 就是要求發那一個什麼口播樣片，還有什麼反正作品之類的嘛。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是純小白，沒有經驗，但是我可以學。然後他就說現在都不要沒有經驗的了。我89年的，今年36了，別說打1萬塊錢，就是1000塊錢我現在都湊不出來。之前創業也失敗了，後來去上班，結果公司也好幾個月沒有發工資，現在也失業了。今天4個小時跑了30單，120塊錢。我现在你看这個大學生畢業就失業，我家就有我孫女研究生畢業失業2年沒找着工作。大環境就這樣，你有啥煩惱的呀？順其自然唄，找不着找不着唄，家也不缺吃不缺喝的，爹媽有工作就行唄，啥時候找着啥時候算唄。是不是孩子要求的太高了？對於職業這一塊，現在你看這個大環境，有幾個能找着工作？中共官方報告還顯示，藍領群體中家政服務員規模達4680萬人，同比增長4%，外賣員增至1590萬人，同比增長6%。網約車司機預計2026年達到1270萬人，再創歷史新高。越來越多失業者湧入靈活就業行業，然而人多單少的危機已經在第一線爆發。近期，上海、河南洛陽等多個城市的外賣騎手反映，想上線接單時，系統卻顯示當前城市跑單騎手較多，需排隊上線。廣州、上海、三亞等地的運管部門也接連發布網約車飽和的預警，司機每天工作超過11小時，但日均接單量已跌破10單，月收入大幅縮水。一段在網絡流傳的視頻顯示，一名外賣員跪地痛哭，懇求更多人不要再加入這個行業。他說：“我給你們跪下了，求求你們別再捲了。我電池明天就到期了，房租也快交不上了。”跟大家聊聊今年的就業市场到底有多差啊！不僅是就是我们這種小地方，像那個上海啊、杭州啊這種大的地方，包括深圳這種大的地方，你看很多大學生。就是出來的有大學生出來的，有做什麼的，有進工廠打工的，還有去收廢品的，跑滴滴的，跑外賣的，多得很啊。尤其是像學的什麼新聞廣告呀，還有什麼建築呀，什麼土木工程呀，這種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基本上都找不到工作啊。我給你們看一下2025年和2026年的生意差別有多大，請看，這是我平時訂紙箱的一個廠，然後平時的話它這邊是個小廠，然後有4、5個工人。但是今天你看，今天是週2，一個人都沒有。剛剛老闆邀請我到裡面去喝茶，我看到了他那個茶杯，他那茶杯最起碼有2、3天沒有泡過了，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有人來，甚至是有可能他自己都不在這邊。
之前说这个大環境不好吧，我還沒有大的察覺。然後突然之間，昨天我們樓下那個開水果店的，開了10年了，我看到上面寫着轉讓了，已經在撤櫃了。然後飯店裡也沒生意，包括我一個朋友賣這個汽車的，他發了一個朋友圈，他說這個月不對，人家做了10來年了，生意特別特別大，突然之間生意差了。理髮店去理髮店也是這樣的。6月8號畢業了，兄弟們。为緩解就業壓力，中共教育部6月8日宣布，6月至8月將通過各地政府和高校舉辦招聘活動，提供超過500萬個職位，而官方就業服務平台再提供150萬個崗位。不過，外界普遍認為這些新增職位難以消化龐大的求職需求。近期甚至出現擁有清華、北大、牛津雙碩士的博士學位學霸失業送外賣。以及內蒙古招聘2名牧羊人，卻吸引700多個瘋搶職缺的離奇現象，讓人無奈。另外，高考期間，中國社交網絡上卻流傳着一張圖，考不上4天後送外賣，考上了4年後送外賣，既搞笑又充滿無奈和悲涼，反映出中國年輕人對未來感到焦慮和迷茫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